嗨，大家好，我是安然若风。今天的视频教程呢，要改的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小皮衣。这件皮衣呢是2015年买的，已经有6、7年的历史了。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用它可以做什么东西。这件衣服我一直还挺喜欢的，也挺常穿的。你看它现在袖口都已经被我穿破了，然后最夸张的是它的领子，我们来看一下，简直可以说是惨不忍睹。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保留这件衣服了。然后呢，我决定把它做成一个包包。那我从来没有做过包包，这次就试一下，看看到底能做成一个什么效果吧。既然要做包，那袖子、领子这些部分当然不需要了。那我就把袖子、领子这些地方先都剪掉。我准备用衣服的前片来做这个包，那么我就直接把衣服的后片还有肩膀的部分都剪掉，只留下前片。我准备直接拿衣服上这个拉锁当成我包的包口，然后侧面这个口袋呢，我也想保留。但是这个口袋呢，它原先是朝向衣服这个拉锁的，如果变成包的话呢，就等于这个口袋是朝上的了。所以要把连接这个口袋跟衣服拉锁的这个带子剪断，然后把这个口袋呢整理到朝下。我把衣服的下摆折上来，理想的状况呢是我希望可以在上面按照这个下摆的形状也裁出一条线来，那么这样包上下不就是对称的吗？但是因为我这个地方有袖口，所以没有办法，会缺一块。那么没关系，缺的这块呢，我会在之后做包底的时候给它补齐。那现在呢，我就来打这个包底的板。这步非常简单，就是描出我这个包侧面下缘的形状，然后呢再加上我希望包底宽度的一半，最后呢在外头加一圈缝线的距离就可以了。包底的中线是不需要加缝线距离的，我之前加了，那现在我把它剪掉。我在之前剪下来的衣服后片上裁出我需要的包底，里部跟外部都要。这是裁好的包底，我先把里部拿走。然后这个外部呢，因为它实在是太软了，做包底撑不起来，那么我打算在上面缝2层羊毛毡。这也其实不是缝包正常用的东西，但是我打算尽量用家里现有的材料来做。那么羊毛毡是我之前做早教书剩下的，所以我就打算拿它来做。其实正经做包需要一些专业的工具，但那个工具我一个都没有。现在呢，我先把包底的里部跟我包侧面的一边给它缝在一起，然后呢，我拿一块多余的里布，准备在我包内侧再做一个小口袋。我拿夹子把我这包大概夹在一起了，然后我现在先把口袋缝到我希望的位置上来。接下来呢，我要用外部来裁一些布条，用来缝我挂包袋的金属件儿。这些就是挂包袋的金属件儿。这样的东西呢，我们要做4个。现在呢，我要把它们都修成这个样子的形状。接下来就可以把它们都缝到包上了。缝的时候只缝在外部上，不要压到里部。这样完成之后，即使打开包看里面，也不会看到任何针脚。现在我要开始画包侧面的板了。
那我先把这个包目前有的部分呢，全都用夹子夹在一起，然后我分别描出这个包的包底，还有包身侧面这条线的长度，让它们组成一个三角形。最后在这个三角形外面加上一圈缝线的距离，那么这个包侧面的板就打好了。现在就可以用这个板来裁出包的2个侧面了，因为我这个衣服后片剩下的布料只够裁1个这样的形状了，那么剩下1片呢，我就在袖子上裁出来。注意，同样还是里部跟外部都需要各是2片。为了增加这个包侧面的硬度，我也同样在上面缝了2片羊毛毡。包的侧面我也缝了2个金属件，用来之后挂长包带。现在我就可以把这个包底给它缝起来了，我就按我之前夹好的样子，那么我先把外部给它2边都缝起来，然后里部也可以缝起来了，但是里部缝呢要给它留一个口子，用来最后把这个包从里面翻出来。看，这是包底缝好的样子，然后这个里部呢，我在这个地方留了一个洞，那这个洞呢要留到最后再处理。现在呢，我先把包的2个侧面给它缝上来。我已经把这个包的正面翻出来了，就是你看，至少能看出来是一个包，对不对？然后打开看一下，里面的话，这个地方是我之前缝的那个口袋。然后我之前不是留了一个开口吗？那现在我就要手缝隐形针把它缝起来，这样整个里衬不会留下走线的痕迹。最后就只剩下缝包带了。那我需要短的包带2条，是平常用来手提或者挂在胳膊上的，然后长包带1条，要可拆卸的，是用来背在肩膀上的。另外，因为这个布料实在是太软了，所以我在我所有的包带里面全部都加了衬布。当当当当，这个超级业余的包我做完了，看起来还挺像一个包的，是不是？打开看一下里面完成度还是不错的，完整的内衬。然后这个口袋可以放一些银行卡或者零碎的东西。然后这个包的大小呢，一本杂志这样卷起来放进去没有问题。然后包上面呢有2个带拉锁的口袋，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然后侧面有一个比较小的，这都是原先衣服上就有的。另外呢，这个包我还做了这个长包带，可以把它背在肩膀上。那么今天的旧衣改造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成功，至少我是完成了。那么我们下次再见。